Hello guys, YouTube and Instagram 朋友，我回来了。First of all, excuse 我做到今天很 casual 一点阿 Ben 的样子，因为我要用很 casual 的方式和大家分享今天的这支视频内容。So, 今天的这个内容其实我蛮兴奋的，很想和大家一起分享这个 BTS 就是幕后制作，我人生中献出第一次我的画作给朋友，就是大家口中所谓的国民女神 Jolin 彭佳怡。So 我会和 Jolin 认识是因为之前透过 Kitty， 她就是我们 Malaysia 的一个很出名的服装设计师 Kitty Collection， 她介绍我去当 Jolin 第一个 generation 的那个 vlog editor。 Long story short， 我们就直接跳去这整个幕后。如果有兴趣要知道我是怎么去构思要送什么礼物的朋友们呢，你可以继续听。如果没有兴趣的话，你可以直接跳去这个 timeline 看画画的 progress。OK, long story short， 其实我是一个很少会送礼物给朋友的人，但只要我想到要送给你，我就会做得最好。那其实里面我要送礼物会包含它实不实用跟它有没有纪念价值。那 Jolin 因为它其实是 Malaysia 蛮有名气的一个美姐，她也同时是一个 content creator 网红嘛。像蛋糕或花那种，我觉得 Jolin 的朋友或者是一些 brand 或其他网红已经是准备会送她了的，所以这个 option 其实我第一个就是直接delete 掉，就想要在那么多的礼物当中突出，就要有一点心机。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我有想过要送咖啡类的东西啊，或者是小植物，因为之前我在帮他剪影片的时候就会从中发现到其实他是喜欢喝咖啡的，他也有开始在做种植啊，就是养花养草这个兴趣爱好，所以我就想要不要送他一些手冲咖啡的咖啡壶啊，或者是送他一些植物让他去增加那个 plant 的 collection。 然后咖啡类的产品呢也真是幸好我没有送，因为之前我看到他的姐姐在生日的时候已经收到他们送他那个 Breville 的 espresso machine。 哇，如果我再送的话感觉就是比较 extra。 至于植物的话呢，因为我是怕送到他的手中，如果那个植物刚好不习惯，或者是刚好养不久，然后他就这样子没有了，我就觉得很可惜。然后就在有一天我要洗澡的时候呢，那你懂啊，洗澡会特别多灵感，然后我就洗澡，灵光一闪，Jolin要搬家了不是？那么我就送他一点有关于 aesthetic 的东西，我就自己画一幅画送他咯，又有心，然后我又觉得可以让他以后摆在新家当成是艺术品的一部分。然后因为我想到这个 idea， 他就开启了我一连串一直上网做功课，然后在想我应该要画他的本人，还是我应该要画一个仿作送他。但我 search 他的这个 Instagram， 我想他好像蛮多这种回眸的照片哦，然后我就在想有哪一幅画是有回眸的嘞？不就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哦，那个 Johannes Vermeer 的名画，那整个精髓都在她那个表情上面。我想要把她的样子五官都画在这幅画上面，有点像 Photoshop editing 的那种感觉，把她的样子披在他的这个头巾和这个衣服的之间这样。然后老实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是没有再拿起笔来画素描或者是画亚克力这种东西啊，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信心一个人去完成这一幅画，所以我就请教了我的美术指导，我的布挂画师石老师来做指导工作。然后其实在6月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开始定了这个帆布这整个画框。讲到画框其实我蛮头痛的，因为我不知道我应该选方形、长形、圆形还是椭圆形。其实我个人是非常喜欢椭圆形的这个画框，但是它真的很难找到适合它的边框，因为很少人去做，而且就算有的话它也是限于30cm 或更大的画作，我的就只是小小个而已，因为我不想送太大嘛，以后如果他搬家他很难一起搬出去，我又不想因为这样而牺牲去用一个方形的，因为方形的其实我觉得还蛮大众化的，想要做比较特别的一个画作。然后我们本地这里呢其实也没有去接那个椭圆画框的 job， 因为我有请我的老师去帮忙问他的朋友，然后在 MCO 封城的时段呢，其实画框店也没办法开，我就心想好吧，那我就牺牲掉做边框的这个想法，尽可能的我 focus 去画好这整幅画，弥补这个
个小遗憾。So 时间就直接跳到那个画框已经定好了，所有的颜料材料都已经准备好了过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进入第一个阶段，描绘人物。那其实我老师很好啦，他因为知道我是要送，他就已经 print 好了那个少女的图片跟 Jovain， 我找给他 reference， 然后就帮我先排好他们的那个五官位置跟人物的那个角度要怎么去画，然后就开始用那个铅笔在那张纸后面涂黑，然后方便我起稿直接列印在上面。在我以为我会把它画得很好之后呢，结果你们猜我画得怎样？没办法，我就只能等到晚上跟老师已经预约好的这个课才开始看哪里要修改。So 晚上的时候就已经 set 好2个角度，跟老师一起 Zoom call， 方便老师一边监督我画的东西，然后一边面对面聊天。很 chill 的。第一次体验画画网课其实真的还蛮难的，因为以前只要有不 OK 的情况，我就能直接请老师过来帮我修一下。然后网课的话，其实你只能靠自己来完成。然后这整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蛮感谢老师，因为老师很耐心，一直在 guide 我，从修那个五官的比例，再到上色。然后老师就跟我讲，没关系，你可以慢慢的用亚克力来盖掉错的部分，不用急着一开始就那么完美，慢慢的去盖那些错误，然后接着就处理一些 shadow 啊，大致上外面的轮廓那些黑色衣服和头巾的部分。因为我已经太久没有去画画了，所以我会那个抓笔刷的那个力道很不够，或者是太出力，整体就会看起来很生硬。明暗的这个部分呢，是因为不要让那个脸看起来太 flat， 就好像我们的人脸这样有那个 shadow。 老实说，我到中间其实我很想放弃，我就觉得我为什么去挖坑来跳，然后也想说哇太丑了，真的是我送不出去，我干脆不要送啊。但是我又想一想，我之前那么花时间的去做功课啊，然后去订这些材料，我是不是要前功尽弃？还是我跟自己讲，我挑战自己一次，我看我能不能完成这幅画。所以在和老师第一堂课结束之后呢，我其实有花时间在画到早上去，以为自己很有那个 kick 去画得很好，结果其实也是不错的。如果不要以送人的角度来看，它已经是一幅50-60% 的画了。然后我就拍了一张照片给老师看，老师还有哪里要改，就我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去 improve， 因为我怎么看我都觉得很怪，一点都不像 Jovain。 然后老师过了一段时间，他回复我这个信息，是想今天还是我去你家帮你看一下你的画，看那些细节啊，那些位置啊，帮你纠正一下，看看有没有需要修改的，然后才上色。You know， 当我看到这个回复的时候，我跟你讲，我背后突然哇有那种，因为老师要亲自来救我的话 ，yes， 所以我决定当天一定要请老师喝一杯最好喝的咖啡。过了几天，老师就大包小包带着他的颜料跟一些亚克力来我家，就看一下有哪里要修改，顺便指点我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老师直接好像那个整容医生这样，把这幅画做了一个大修改。不懂我就突然感觉我自己好像那个 free rider 这样，看着老师带我飞，这幅画就越变越好。然后我就我的天哪！然后在老师回家之前呢，他有吩咐我啦，先把剩下的该补上的颜色或者是一些细节都自己先做，然后让我去完成。因为其实这整幅画老师当天改的时候已经有778已经 OK 了，就只是差要 varnish 去做最后一个 steps。因为刚好我周日有工作，只能没办法的拖到周末，我才有时间去放下手边的工作完成这幅画。然后到了周末的时候呢，我又倒回来把最后该收拾的部分啊，像瞳孔啊、眼线啊、眉毛或者是嘴唇、衣服或者是头巾的部分，还有高光，就是那种比较明亮的部分。可能你看到这里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OK 哦，好像没有问题哦。可是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不知道要让肤色变得黄一点嘞，还是要粉嫩一点。调色把整个脸都变成比较粉嫩了过后，又掰在阴影的部分了，又只能触动老师再来我家多一次了。因为刚好我没有 varnish 嘛，然后我们这里的文具店暂时还不能开，所以我只能请老师带他的 varnish 来，就是做最后一个上漆的部分。整幅画呢就在老师的巧手下就把阴影做好了，上最后一层 varnish，
完成。其实说到这里，我不知道如果我没有老师帮我的话，这幅画会不会顺利的送到 Joanne 的手中。我就觉得真的很感恩，我有一个这样好的老师来陪我一起完成这个挑战。最后呢，就是品细节的部分。那这整幅画其实有用了一点金色在衣服和头巾上面做点缀，所以你远看的时候和近看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然后 before 寄出去的时候呢，我有准备了一张手写的生日卡，就把包裹包好，然后带去比较能信任的这些 courier 公司邮寄。因为其实 Post 啦就 J&T 那些，然后我听说在这个 MCO 的情况，他们的效率不是很好，再加上他们很容易让包裹不见，我很不放心。我就第一次选择用那个 Best Express 的这个私人邮寄公司帮我把这个包裹带到Selangor去，幸好 Joanne 的那个 area 是 OK 的，然后就期间就蛮期待的，不懂 Joanne 收到会怎么样，然后就很开心。隔了3-4天 Joanne 就 text 我讲他很感动啊，收到这份礼物，不过他没有当下拆的礼物在蛮后面才来拆开的。这大概就是整幅画的过程，我蛮开心的，因为这幅画的缘故，我又再次提笔去画画，重新感受回那种很疗愈画画的过程。希望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内容。那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帮我按一个爱心，然后留言，记得 spread love not hate。我们下一个影片见，拜拜。